中国要变天了吗？一份绝密清单正在网络疯传。如果上面的内容是真的，中于毛思想将取代一切，贪官将恢复死刑，40年的改革开放将被彻底颠覆，住房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，国家要一次性解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共可能正踩着油门，冲向一场无法预测的政治风暴，一场文革2.0。这到底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终极路线图，还是反习派系发动的致命一击？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个谜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就是这份足以引爆中国政坛的神秘清单。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先生最近披露，他收到了一份来源不明的四中全会6大议题清单。他直言，这很可能就是有人在故意放风，想看看舆论的反应。这份清单只能用2个字形容：颠覆。我们一条一条来看。第一条就杀气腾腾，提出3忠于：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忠于毛泽东思想。注意，里面没有了忠于党，这是什么信号？第二条剑指邓小平，要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教训，废除有损群众利益的旧规陋习。这是不是要否定过去40年的路线？第3条亮出屠刀，无产阶级专政回归定位，以工人阶级领导、工农联盟为基础，并且要恢复对贪官的死刑。第4条重回计划经济，不再搞先富带后富，要同步解决住房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4大难题。第5条听起来很美好，坚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，让民众真正拥有广泛的权利、话语权和建议权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。但这是真的吗？第6条为个人神话铺路，要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理论方向。好了，6条看完了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后背发凉？这份清单到底是真是假？我们来听听2种截然不同的解读。第一种解读认为这就是习近平的真实剧本。时评人张天亮博士分析，这6条几乎就是为习近平量身打造的。所谓忠于毛思想，其实就是忠于习近平本人，因为习是把他自己视为毛的精神的一种延续，这是领袖超越政党的标志，是意识形态的巨大倒退。否定改革开放，就是要改掉很多邓小平当年所提出的主张，因为习近平一直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弱化了党的领导。张天亮指出，这可能会引发与支持改革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。恢复死刑是为了震慑所有政敌，树立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，因为把人关进秦城监狱已经吓不住人了。解决4难是为了收买底层民心，因为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是真的会暴动的，这是稳定政权的方式。至于给人民话语权、建议权，张天亮认为这就是毛时代的大鸣大放、大自爆，是习近平准备用来发动群众运动、打击政敌的工具，绝不可能真正兑现。而最后的理论创新，就是习近平准备封神，推出自己的习思想2.0，否定邓，效仿毛，手握生杀大权，发动群众斗争。这听起来是不是跟我们记忆中的某个疯狂时代越来越像？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另一派的观点可能让您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。他们认为这份清单漏洞百出，真实度极低，甚至可能是一份高级黑的反讽文章。评论员王笃然就提出了几大疑点。第一，3忠于这种文革口号只会引发党内激烈反弹，除非政权面临崩溃，否则不可能公开提。第二，否定改革开放等于砸掉中共40年的执政合法性，风险高到无法估量。第三，恢复死刑重提专政会触动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，等于在党内引发地震。第四，也是最现实的，现在各地财政都快破产了，拿什么钱去解决4难？主动提出这些事，不是要引爆民怨、自找麻烦吗？第五，一边推反间谍法、数据安全法封锁言论，一边说要给人民话语权，这本身就是个笑话。那么如果这份清单是假的，为什么会出现？有一种分析认为，这恰恰是习近平派系在故意放风，
在外界盛传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时候，抛出这份宏伟蓝图，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看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，以此来稳住军心，让那些还在观望的墙头草赶紧站队。好了，不管你相信哪一种说法，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，北京的政坛确实不平静，这些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们来看几个关键信号：原统战部长石泰峰和组织部长李干杰突然职务对调，这种操作在中共历史上闻所未闻。紧接着，手握人事大权的石泰峰迅速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，蔡奇、王小洪、何立峰这些习近平亲信的副手纷纷被调离核心岗位，习家军的势力明显正在被稀释和分散，而军队高层的大清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习近平的军中亲信、中央军委委员苗华落马，另一个习家军嫡系福建帮的要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消失数月，几乎可以确定他已落马。于是，关于习近平权力动摇甚至下台的剧本才会在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。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也最可怕的问题：每一个谣言，所有人都希望它是真的时候，它会不会就真的变成了现实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就说，据他所知，北京城里很多人根本就不信这些传言，但是他们却把它当真实一样在传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期盼这个结果。他指出，这就是所谓的自证性预言。当相信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满的声音汇集起来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。这些谣言就像吹响了集结号，所有反习势力都在这面旗帜下集结，要把这个预言变成现实。此外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在为中国的内部动荡火上浇油。2025年，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，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进一步加剧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4.5%， 为数十年来最低。同时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，进一步压缩了中国的出口市场。这一切都让内部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，给反对派提供了可乘之机。所以，四中全会到底还开不开得成？这份6大议题究竟是习近平的路线图，还是一颗引爆内斗的烟雾弹？习近平的权力会就此松动，还是会发动更猛烈的反扑？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的政坛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，而这份清单无论真假，都已经成为点燃舆论的导火线。观众朋友，请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波传言最终会不会真的遥遥领先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